肯定基础的知识还是要学的，然后做作文啊，作业啊，还是要自己做，因为这是一个练习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如果说要写一个特别重要的申请大学的作文，或者是在工作里面要给老板写个报告，或者写一篇新闻的文稿，最好的结果一定是结合这个大模型写的跟人写的，把两个配在一起。我们看多了就会知道，大模型写的整个框架逻辑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有时候会有些地方它比较做不好。对，而且比如说它不可能知道你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他会讲的比较泛的，所以一方面你提示的时候要让他一定讲的更多细节，但是最后可能还是要修改一下。比如说我写过一封信给我女儿，然后看完以后就说看起来有点太官方了，然后我当然会告诉她充满感情，告诉我多爱她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够，最后我就要把一些点点滴滴，比如说我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我第一次把你抱起来，或者当时我得了癌症，你来看我，跟我说了什么，然后这些我因为 AI 不可能知道你的这些经验，对，这两个结合，所以我会对老师和学生建议，就是说以后这一类的 chatbot，它就会像今天微软的 Office 或者一个搜索引擎一样的。你不能说回去做功课不准用搜索引擎，写篇文章不准用 Word，同时你也不可能说不要用大模型作为参考。当然，如果你全部都是只用大模型来做的，那还是不合适的。一定是你要学会发问，然后要好好修改，把两者结合。以后我觉得这么想，在社会里，老板会不会在乎你用了大模型没有？老板只要求你文章写得好，或者客户买单就行。对啊，所以就是说，以后就像我们摄影师不用 Photoshop、PS 不可能的嘛，新闻记者不用 Office 不可能的，那未来就是用万智或者其他的大模型。但你知道吗？这个将来会让学生和老师一直有一种斗法的感觉。其实这是让老师的工作更难了。对吧？因为他如何通过这样一个人机合作形成的论文去判断学生到底认知和学到了什么，这个变成对老师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有点像摄影这个领域，以前不是都是用 film 来胶片，然后还要洗什么什么的。对。那时候摄影师都认为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是最关键的。对。那用 PS 这个不靠谱，这个太而且瞧不起，一拍就不像了。你看这个地方不像，然后用这个digital camera 去拍照，大家也或者甚至手机都觉得不行，都觉得那不是摄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现在所有摄影领域基本都接受了。用这个数码相机，用 PS 去做一些提升修饰，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就最后这个行业就改变了。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些让我想到，就是我在《提问》这本书里啊，我曾经写到，提问是认知和沟通的方法论。那我觉得放到今天，我需要在后面再加一句，提问也是创造和创作的，或者创新，提问也是创造和创新的方法论肯定是的，是吧？你看现在从文声视频、文声音乐然后有各种多模块的这种相互的跨界的这种生成的方式，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学会提问，你就学会去创意，你学会创造创新。对，真的是这样的。就像在工作里面，一个好的老板不是一个有所有答案的人，因为没有人有所有的答案，而是会提问的人，让员工能够受到这种启发、感受，或者被想出过去没想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那天看到你做了一个演示，就是模仿海淀妈妈，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直播间里一些为人父母的朋友特别关心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老师的这个日子不好过，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识别能力啊。那家长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焦虑会不会少一点呢？家长其实
一直需要面对的是孩子不断的好奇心跟提问。那现在有一个工具可以回答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要多鼓励孩子，也包括自己多使用。那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有的妈妈可能就会说，哎呀，说这个我怎么跟孩子解释，不要玩那么长时间的手机游戏。比如说，那过去很多妈妈都觉得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中了吧，孩子逆反说的不够到位吧，孩子不在乎那该怎么说才好？对，那我们就问问万芝嘛。好啊，现在可以问吗？我们这个短视频应该播放了就可以看到。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万芝。每个海淀妈妈都会遭遇小孩被 iPad、手机和电话手表支配的厄运，该怎么办？不如求助万芝吧。现在我就来扮演海淀妈妈，提问万芝。让 AI 角色扮演，给提示词的人就是导演。你必须告诉他需要扮演的具体人物画像，给出的信息越多，这个 AI 演员就越有代入感，生成的结果也越真实。一般我建议提示词在50到100字，如果你对角色有指定的文案风格，也要写出，比如这次温柔而坚定，不发脾气。体贴孩子，指出孩子问题，同时给了解决方案，是一位温柔又有原则的海淀妈妈，没错了，挺好的。我们来试试角色的多轮对话。我真心理解当下的家长不易，万芝今天出演海淀妈妈，用心良苦，爱心满满。不管是扮演某些职业工种，或是特定领域专家，都能 cosplay。万芝的不断进步，很需要大家的宝贵建议，所以希望你们用万芝的时候，喜欢的答案要在下方点赞。很多为人父母听了，包括海淀爸爸们听了以后，都会觉得很有启发。所以在如何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方面，万芝也是可以给到家长一些好的提示的关键是你还要能够提出好的建议和问题这样 AI 就能够更好的帮助你了。太棒了。那其实今天为什么说我特别高兴请到开复先生来到杨澜对话的直播间？哦，对了，在这里也再次欢迎各位如果你刚刚进入我的直播间前，请点一下关注我们大概呢每2周都会有一次杨澜对话的直播，来采访各行各业的最具有引领性的人物通常他们也都是非常有趣的人物。那你比如说请开复先生来讲 AI 就是特别恰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几乎是陪伴 AI 成长起来的。在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个语音识别和当时是语音识别，还有什么一些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对对，是 AI 陪伴我长大的AI 陪伴你长大的。那我们知道呢，在 AI 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有一段黑暗时期的，因为当时 AI 好像找不到自己的出路甚至在我做那个采访的时候，有些科学家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 AI 的，因为好像像忽悠像骗子一样对。那后来我们知道，随着像那个Young LeQueen 还有像 Hinton 他们做了深度学习的这个算法以后，第3次浪潮来临了，就是 AI 突然开始它有了极好的这种学习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说算力大数据还有这些算法是形成了 AI 快速发展第3次浪潮的必备的条件。那你看，转眼之间就来到了第4次浪潮，这就是大模型生成式的 AI。它的发展速度有没有超过你自己的预期？其实是远远超过的。因为我大概3年多前写过一本书，叫《AI 未来生成式》。对，那里面我做了对大模型未来的预测。其实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我当时没有料到3年就会变到今天这个状态。我们如果去看，其实GPT-3推出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然后在过去1-2年，我们整个模型从不好用
到勉强能用，到很好用，到已经在大部分领域超过人类，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对，零一万物也就才创1年，现在我们已经是跻身于世界的前3到4个世界最好的大模型。而且在应用方面找到了很广阔的一个前景哈。所以你像我在18年做《探寻人工智能》第2季这片子的时候，当时人们就是当时的人们对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还都是抱有一种那是未来下一个浪潮的事情，好像我们现在不用为它来考虑哈，我们还有些其他的紧要的事情需要考虑。但是你看这个 AGI 哈，对，我看有不同的说法，对，这个马斯克是说2030年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个Sam Altman 呢，还说再过个2-3年可能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哈。您觉得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2到3年，或者到2030年，它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惊人的地步呢？对，我觉得纯粹去量这个 AI 有多聪明，它确实会跟着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算力变得越来越聪明。